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大家都很關心，但可能覺得有點沉重的話題——氣候危機。不過，先別急着轉台，我們今天不只談問題，我們更要來看看，地球其實早就幫我們準備好了一個超級解方，而這個解方的關鍵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到，卻可能從來沒想過的植物。OK， 為了讓大家跟上節奏，我把今天的內容拆成6個部分。首先，我們先來看看地球發燒這件事到底有多嚴重，然後我們會把焦點轉到沉默的守護者，也就是植物，看看它到底有多厲害。再來，這部分是關鍵哦，我們會深入聊聊英雄的缺陷，為什麼這麼厲害的植物其實有個天生的瓶頸。接着就是重頭戲，科學家們的超級植物升級計劃。第5部分，我們腦洞開大一點，看看這些技術會怎麼改變我們未來的生活。最後，當然也是最重要的，聊聊我們下一步可以怎麼做。好，我們就直接切入第一個重點：地球發燒。這個不是開玩笑，而是正在發生的事。接下來的幾個數字可能會讓你有點震撼，但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。這句話你可能在新聞上聽過很多次了，但真正可怕的是背後的趨勢。你想想看哦，從西元2000年到現在，才短短20幾年，人類歷史上最熱的25個年份，有24個就發生在這段時間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熱已經不是意外，而是我們生活的新常態了。那到底為什麼會這麼熱？兇手其實我們都知道，就是大氣裡的二氧化碳。現在最新的濃度已經衝破了420 ppm。這個數字聽起來可能很抽象，我解釋一下。ppm 的意思是百萬分之一，所以420 ppm 就等於說，你隨便抓100萬個空氣分子，裡面就有超過420個是二氧化碳。科學家去研究南極冰層，看了過去整整80萬年的記錄，發現地球的溫度和二氧化碳濃度本來是有一個高高低低的自然循環。有趣的是，照理說我們現在應該要慢慢變冷才對，但你看現實，這個數字不但沒降，還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一路往上飆，完全脫離了幾十萬年來的自然軌道。你可能會覺得，哎呀，這是全球的大問題，好像離我很遠。錯了。其實它就在我們旁邊。就拿台中的火力發電廠來說好了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它在幾年前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發電廠，它一年排出來的二氧化碳那個量是非常驚人的。我講這個不是要怪誰，而是要讓大家有一個體感，這場危機沒有人是旁觀者，它就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。好，講完這麼多沉重的現實，你是不是覺得有點悶？別擔心，接下來我們要換個頻道，來看看希望在哪裡。其實啊，地球早就內建了一套超強的解決方案，這就是我們第2個重點：沉默的守護者，植物的超能力。如果我們把這場危機當作一場數字對決，植物的能力絕對會讓你嚇一跳。你知道呢？全世界所有的植物，不管是陸地上的樹，還是海裡的藻類，它們每年靠光合作用，可以吃掉大概2580億噸的二氧化碳。2580億噸，這數字是不是大到很難想象？那反過來看，我們人類每年多排出來，讓地球消化不良的二氧化碳是多少呢？大概是37億噸。你看，一邊是2580，一邊是37。其實我們這位守護者的能力是超級強的，只是現在有點寡不敵眾，被我們製造的麻煩給淹沒了。所以咯，如果純粹算數學，問題好像突然變簡單了。我們每年多排了3700億噸，而植物的總處理能力是2580億噸。這代表什麼？代表我們只要想辦法讓全球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整體提高個差不多15%就夠了。理論上，這樣就能把我們每年多排的碳全部吃掉。誒，15%，你聽起來是不是突然覺得這件事好像沒有那麼絕望？
既然數學上聽起來這麼簡單，只要提升15%就好，那問題到底卡在哪？為什麼現實世界還是這麼棘手？這就帶我們來到今天最核心也最有趣的部分了。英雄的缺陷。我們的英雄植物，它其實有一個你絕對想不到的弱點，這也是所有問題的關鍵。要搞懂這個瓶頸，我們得認識今天故事裡的另一個主角，一個叫做 Rubisco 的酵素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植物體內負責光合作用這家工廠的總經理，他的地位非常高，數量也超多，是地球上最多的蛋白質。照理說，這麼重要的角色應該是個神隊友吧？但偏偏他不是。這位 Rubisco 總經理，說實話，根本就是個超級雷的員工。首先，他天生就懶，工作效率很低。更慘的是，在細胞裡面真實的工作環境下，他的效率會再掉到只剩幾十分之一。但最扯、最致命的缺點是，他會搞錯目標。他應該要去抓二氧化碳，對吧？但他對氧氣的興趣竟然比二氧化碳還要高。這就像一個派去採購黃金的員工，結果他老是抱着一堆石頭回來，完全搞不清楚狀況。Rubisco 這個抓錯東西的壞習慣會引發一個災難性的後果，叫做光呼吸作用。簡單講，當 Rubisco 不去抓二氧化碳，反而跑去抓氧氣的時候，它就會啟動一個完全相反的流程。這個流程不但沒有固定碳，反而還會消耗掉植物辛辛苦苦存下來的能量，然後再把二氧化碳給吐回去。你沒聽錯，就是做白工，把前面賺的錢全部賠光，是一個超級浪費的過程。OK。既然我們抓到兇手了，就是這個叫 Rubisco 的豬隊友，那解決方法就很清楚了嘛。我們能不能幫植物動個手術，把這個豬隊友換掉，或是幫它升級？答案是可以的。這就帶我們進入第4部分，來看看科學家們正在進行的超級植物升級計劃。我們先來看看大部分的植物，像我們吃的米飯、水稻，它們用的叫做 C2 光合作用。這個流程很簡單，就是讓那個效率很差的 Rubisco 直接站在第一線去抓二氧化碳，結果可想而知，效率很糟。而且旁邊只要氧氣多一點，它就很容易出軌，跑去做那個賠錢的光呼吸作用。但有趣的是，大自然其實早就發現這個 bug， 而且在某些植物身上，像是玉米，它自己演化出了一套升級版，叫做 C4 光合作用。這套系統就聰明多了，它多了一個前台接待。它先派第一種細胞把空氣中稀稀落落的二氧化碳全部抓進來，集中起來變成高濃度的 VIP 包廂，然後再用專車把這些 VIP 客人送到躲在裡面的 Rubisco 總經理面前。你想想，這時候 Rubisco 身邊全是滿滿的二氧化碳，他想分心去抓氧氣都沒機會，只好乖乖的高效率的工作。既然大自然都幫我們把升級攻略寫好了，那科學家的目標就很明確啦。我們能不能把玉米這套高效率的 C4 系統直接安裝到水稻這種 C3 的重要作物上？這就是現在全球科學界一個非常重要的計劃，叫做 C4 水稻計劃。這是一個跨國的大型研究，而且我們台灣中研院的團隊在裡面也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。他們正在一步一步的想辦法，透過基因工程，讓水稻的葉子長得像玉米，學會這套 VIP 服務。你想想，這如果成功了，對我們的糧食和氣候會是多大的突破啊！所以升級植物不只是為了固碳跟吃飯而已哦。如果你覺得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，那格局就太小了。接下來第5部分，我們要來看看，當我們掌握了強化植物的技術之後，會怎麼樣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，描繪出一個你可能從沒想過的未來新樣貌。我們來講一個你可能已經吃過的例子，就是植物肉，像是漢堡王的華堡，它有一個版本叫做不可能華堡，那個肉排吃起來跟真的牛肉幾乎一模一樣，但它100%是植物做的。它的蛋白質來自馬鈴薯、大豆，脂肪來自椰子油，而那個模仿牛肉血色的關鍵是一種叫豆血紅蛋白的東西，從大豆的根部拿出來的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我們可以繞過畜牧業這個高污染、高碳排的產業，直接用更環保的方式來滿足我們的口腹之欲。再來一個更酷的，
我們都知道塑膠是萬年垃圾，對吧？因為它從石油來的，大自然沒辦法分解。但是現在的科學家已經有辦法改造像玉米這樣的植物，讓它在長大的過程中就在身體裡直接長出製造塑膠的原料。用這種植物原料做出來的塑膠瓶，你把它埋在土裡，幾個月後，微生物就會把它吃光光，完全回歸自然。這等於是讓植物變成了我們未來的綠色化工廠。好，我們從全球的問題聊到科學的解方，再到未來生活的想象，聽起來都很厲害，但這一切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？這就是最後也最重要的部分，你的下一步。面對這樣的未來，我們個人可以扮演什麼角色？演講的學者幫我們整理了一個很清楚的行動方針，分成3個層次，我覺得很棒。第一個是探索。我們對植物的了解還太少，需要投入更多研究去挖掘它還沒被發現的潛力。第二個是保護，這很直接，就是別再砍樹了，而且要更積極的去種樹，把地球的綠色面積擴大。第三個是改良，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，我們要勇敢的去運用好的科技，去強化植物的功能。這3件事，探索、保護、改良，要同時進行，缺一不可。在這次的資料來源中，那位學者最後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說，他當年大學聯考的分數可以輕鬆上醫學系，但他最後選了大家都不看好的植物系。他說，60年過去了，他從來沒有後悔過，因為他一輩子都在做自己真正有熱情的事。這段話其實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，有時候解決全世界最困難的問題，靠的不是別的，就是一個人最單純的熱情跟堅持。好，我們快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。我們從地球發燒的數據了解到現在的情況真的很緊急。接着，我們發現植物是地表最強的固碳幫手，但它有個天生的弱點，就是一個叫 Rubisco 的酵素效益不彰。不過，科學家們正在模仿大自然的 C4 植物，幫我們的作物進行升級，同時也開發出像植物肉、生物塑膠這些超酷的應用。這一切都告訴我們，解決方案其實一直都在。關鍵在於我們願不願意去探索、保護和改良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